大家好，我是微笑。前面说完歼10和歼20，今天我们再来看看歼35。它是我国海空力量的隐形先锋，面对西方技术的重重封锁，它却以东方之势弹射苍穹。有人说它是 F-35的东方对手，也有人称它是我国舰载隐身战机的开路先锋。没错，它就是歼35。歼35在福建舰上的电磁弹射成功，这不仅是一项技术突破，更是我国航母作战体系实现质变的象征。中国歼35战斗机由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研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款实现电磁弹射的5代机机型。它搭载2台涡扇19黄山高性能涡扇发动机，全机身采用极致的隐身优化设计，菱形机头、锯齿状舱盖与尾喷口完美衔接。同时，机身设计完美适配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实现满载燃油与弹药升空，将作战半径延伸至1300公里，让中国航母编队的防御圈向外拓展数百公里，彻底摆脱了近海防御的局限。它与歼20形成了空海双隐身的战略互补，与歼16组成了隐身尖刀加全能重锤的协同战力。如今歼35已进入大批量量产阶段，涂着绿色防锈底漆的量产机型正不断下线。作为中国首款舰载5代机，歼35的诞生历程同样非常坎坷。最早可以追溯到歼20竞标期间，当时沈飞拿出了歼14方案来参与5代机竞标。虽然后来是歼20赢得了胜利，但为了保留5代机技术，同时继续在未来的5代机发展中拥有一席之地，沈获一在没有官方背书的情况下，自筹资金展开了 FC-31胡鹰技术验证机的研发。而这一切在当时几乎没人在意，因为大家的目光都锁定在已经定型的压抑5代机歼20身上。直到时间来到2012年左右， FC-31突然开始了首飞，首次飞行于2012年。对于这款5代验证机，大家还是抱有非常大的热情的。不过一开始，大家对于这款战机的猜测都停留在这是一款外贸机型的基础上，亦或者是舰载机型，但这2条路都非常难。首先是外贸，受限于美西方的霸权主义封锁，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想购买5代机，但少有国家具备购买的条件。而且维持一支5代机编队，对一个国家空军的后勤补给、飞行员训练等都是非常严苛的考验。但想要改造成为舰载机，又需要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比如折叠翼设计、舰载机的防腐蚀处理，以及增加升力、强化起落架、适配航母的阻拦索系统等等，这些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毕竟我国的首款航母辽宁舰在 FC-31首飞前1个月刚刚交付，新型舰载5代机要想完成匹配，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验证。2013年，也就是辽宁舰交付1年后，我们服役了第一款舰载战机歼15，并且在啤酒馆招募了不少老资历，但仍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2014年11月 FC-31的31001号原型机亮相珠海航展，这是它首次公开与公众见面，也是第一次接受全世界的审视。那时候，不少军迷都满怀期待，希望这款战机能够惊艳世界，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重击。当时的 FC-31还很不成熟，机身涂装略显粗糙，飞行表演也显得不够舒展，大半径横滚、大仰角爬升等高难度动作都未能展示，甚至在起飞和降落时，尾焰还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让胡鹰喜提空中拖拉机的称号。国外媒体的嘲讽铺天盖地而来，咱们国内的军迷看着屏幕里的 FC-31，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期待，有失望，有不甘，更有担心。FC-31首飞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新的进展，没有军方立项的消息，没有后续原型机的曝光，甚至有传言说沈飞因为资金短缺已经暂停 FC-31的研发。那段时间咱们军迷每次聊起 FC-31都带着一股惋惜和忐忑。大概在2016载左右， FC-31的2号机试飞成功，然后网上开始出现一些关于 FC-31改造为舰载机的传闻。那时候咱们军迷圈里一下子就沸腾了，开始不断讨论这款战机的性能。很多红裤衩坚信这就是咱们未来的隐身舰载机，而白裤衩依旧不看好，觉得就算改造成功，性能也比不上美军同类机型。就这样，军迷圈里分成了2派，争论不休。可不管争论多激烈，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期待这款战机能够早日定型，早日登上咱们的航母，打破国外的垄断。然后 FC-31又没了消息，直到4年后，也就是2020年，
此时的 FC-31的3号机照片曝光，并且首次取消了空速管，意味着此时的胡鹰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从3号机后 FC-31就过渡到所谓的歼35时期。2021年10月份，一架绿色底漆的首架歼35原型机曝光，这次重新安装了空速管，但是前起落架采用了加强设计，甚至机翼外侧的1/3处出现了接缝。这意味着歼35已经基本确定就是未来的舰载机，预示着歼35极大概率采用折叠机翼。这12年的等待，终于让这款自筹资金研发的民间项目正式纳入国家国防装备体系，成为中国第2款第5代隐身战斗机，也成为中国海军下一代航母舰载机。2024年，歼 35A 首次亮相珠海航展进行正式表演，尾部的发动机喷口喷涌出熊熊烈焰，马赫环清晰可见，接缝处平整光滑，整个机身浑然一体。2025年，歼35迎来了更多的高光时刻。这一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歼35编队飞越天安门广场，象征着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同年，歼35还成功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与此同时，隔海相望的福特级航母虽然已经服役8年，但依旧无法完成实战部署5代舰载机，多少有点难崩。从这一刻起，中国不仅完成了空军战机的领先，就连美军引以为傲的霸主级海军也出现了落后的现象。但是美国已经顾不过来这么多了，因为在此前的2024年，歼35空军型在完成航展飞行表演后，就在同年的12月，2款造型前卫、宛如外星科技的新型战机惊艳亮相。美国五角大楼的披萨消耗量又创下了新的纪录，其中一架由歼20艾斯双座版本进行伴飞护航，其编号以36011为起始，采用了无尾翼搭配菱形双三角翼的气动布局，以及令人震撼的3发动机配置。而依照我国战机一贯的编号规则，这架战机也被我们习惯性地称作歼36。但惊喜可不止这一个，另一架由歼16战机伴飞，机身采用灰色原型机涂装，编号以50001开头，采用无垂尾翼设计，配备兰姆达翼加全动翼歼，疑似采用双发2元矢量喷管的歼50，同样让我们瞳孔地震。第一眼看过去，这2架真的是人类的战机吗？由于外形和设计极具科幻感，这2款战机也被我们称为6代机。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取消了垂直尾翼，而作为现代战机必不可少的部件，垂尾的作用几乎决定了战机的机动性，甚至是生死。因为一架超音速战机如果失去了垂尾，等待它的只有坠毁。因此，无垂尾布局对飞行控制系统的要求极高。但隐身战机因为垂尾的存在，在侧向雷达截面积上存在天然的反射源，这就导致5代机无论怎么进化，侧向截面积永远无法忽略，甚至成为致命的短板。这一问题困扰着所有隐身战机，尤其是美军机型，比如 F-22，因为无论怎么看，其垂尾相比较机身占比都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其在正面隐身能力上确实猛，但很少有人提及侧向表现，因为数据对比起来并不好看。与此同时，大家对下一代战机的定义其实还不清楚，但普遍认为会是高空高速的大航程战机。要想实现这些，垂尾就是个天然的脆弱部件，所以基本都在围绕取消垂尾做文章。至于取消垂尾后，战机的稳定性和机动性如何解决，歼36和歼50给出了2种不同的答案。歼36采用的是柔性开裂式舱面来实现全向控制，而歼50给出的答案则更加激进，它采用了全动翼歼。这2种方式各有优劣，也各有其优势区间。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款战斗机敢轻易采用这2种机动方式。动力方面，歼36的3发动机布局确实极为惊艳。不过由于没有官方数据，大家普遍认为两侧的发动机可能是常规发动机，而机背上的有可能是一台变循环发动机。前2台发动机负责将战机推送到天空，并且为变循环发动机的启动提供初始动力和高速气流，随后变循环发动机启动介入，将这架庞然大物推送到接近3马赫的极速。无论从任何角度讲，继歼35之后出现的2款战机都将是世界上首款6代机。然后我们之后也看到了一些极其小丑的操作，比如说诺斯罗普·格鲁曼迅速宣布
他们的 B-21突袭者轰炸机才是世界上第一款第6代飞机，真是秦始皇吃花椒，赢麻了。当然，这件事大家当个乐子就完了。那这里可能会有人问了，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服役5代机的国家，关于6代机的设计应该早就步入正轨了。那么想必现在美国的6代机也一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了吧？事实也的确如此。继中国2款6代机完成首飞后，美国6代机立即宣布取得了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共同会见媒体时，宣布他们的6代机命名为 F-47， 并宣布波音公司获得该战机的研发与制造合同，同时公布了部分 PPT 高清渲染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这就是美国6代机的突破性进展了。最后，我想说，中国战机的发展之路跌宕起伏，充满了辛酸和汗水，充满了惊喜和自豪。从歼5到歼10，从歼10到歼20，歼35，甚至歼36、歼50，每一款战机的诞生都代表着中国航空人前进的脚步。它们不仅仅是一件件冰冷的武器，更是中国军工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我们民族自豪感的象征，是中国人民不再受人欺压，国防实力得到巨大提升的证明。还是那句话，国防实力是外交真正的后盾，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期待歼36和歼50的正式服役，期待中国战机再创辉煌，期待中国的国防坚不可摧，期待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也希望得到你的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